青石联盟原本以为拿塔瓦纳的人头如探囊取物，可现在连塔瓦纳的面都还没见到，人就已经死伤过半，而活下来的人也不好过。他们正面临着前后的合力绞杀，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。外面筑集会虽然整体上轻松许多，但眼下他们也是进退两难，里面此时不知道藏了多少黑社会，真要一路杀进去也不现实。可是如果现在放弃，那岂不等于白跑一趟？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，东京警视厅的直升机终于来了。东京的警用直升机正常在市区多个区域都有布防，所以当警视厅负责人的命令下达的时候，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就赶到了巨蛋附近。守株待兔的筑集会成员没想到，自己刚把包围圈摆好，天上竟从各个方向涌过来10几架直升机。这些黑道分子都是东京地头蛇，一眼就认出来的全是警视厅的警用直升机。这些直升机此时都在从空中向着巨蛋俯冲，速度非常快，几乎就是马力全开。那头目一下子慌了神，喃喃道：什么情况？怎么来了这么多警察？一位小弟赶忙说道：大哥，这些都是警视厅的 SWAT， 是反恐警察来的，咱们就10几把手枪，怕是干不过他们啊。头目咬牙道：妈的，估计山口组这帮孙子在里面搞出什么大动作了。小弟问他：大哥，那咱们撤不撤？撤。头目沉思片刻，开口道：如果不撤，待会就全被抓进去了。说罢，他立刻对身边众人说道：快！所有人抓紧上车。一众小弟闻言纷纷上车逃窜。直升机虽然以极快的速度俯冲到了停车场上空，但停车场上空的空间毕竟有限，10几架直升机为了保持安全距离，速度上稍微慢了半拍。等他们开始悬停，并且让大量 SWAT 特警所降的时候，筑集会的人已经溜之大吉。不过 SWAT 的特警也没有去追逐集会的成员，而是立刻将出口团团包围。随后便有人用扬声器向内喊话：所有人听着，这里是东京警视厅 SWAT 特警队。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，举起双手，缓步走到出口外投降，否则我们随时有可能突击，甚至开枪射击。一听是 SWAT 来了，青石联盟的成员一个个面如死灰。现在的局面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插翅难逃。道川会则十分懊恼，因为他们知道 SWAT 来了，自己就肯定拿不到暗花了。没拿到暗花也就算了，报销了不少兄弟，也干掉山口组不少人。一旦落到警察手里，这100-200号人的刑期加起来估计要2-3千年。而被夹在最里面的山口组成员，此时已经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在经历了真正的绝望之后， SWAT 的出现算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对他们来说，被抓不重要，坐牢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让自己活着离开这到处崩脑浆的炼狱。 SWAT 来了，希望也就有了。所以成员们一个个喜极而泣，甚至有人开始抱头痛哭。虽说大家都是在东京街头鼻孔朝天走路的帮派成员，但今晚的经历属实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。由于警察使用的扬声器声音非常大，所以在最里面的三井良孝等人也都听了个真真切切。三井良孝长出一口气的同时，还不忘向不懂日语的塔瓦纳说道：斯维特小姐请放心，特种警察已经到了，我们肯定能安全离开这里。塔瓦纳倒是很淡定地说道：有叶先生在，我本来就没有担心。三井良孝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大家能平安无事，靠的是叶晨，而不是刚刚才赶到的 SWAT。 于是他赶紧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您放心，警视厅那边我已经跟他们的一把手警视总监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会帮我们解决掉这些黑帮成员，而且我会让他们跟斯维特小姐保持安全距离，绝不让他们越过伊贺忍者这道防线。叶晨道：待会你跟那个警视厅的一把手说一声，让他给你弟弟打电话，告知你弟弟，就说听你女儿说你已经遇害了，我想看看他会不会自投罗网。这时更多 SWAT 特警
以及东京警视厅的普通警察赶至现场，就连警视厅的一把手警视总监也亲自赶了过来。一把手大步来到 SWAT 特警的负责人面前，开口便问情况怎么样了。那负责人回答道：回总监，我们到的时候，刚好有一批武装分子逃走，他们应该是看到我们来了才逃的。等我们接管现场之后，我们在现场做了清点，一共清点出7具尸体，目前还没有确认身份。警视总监问：里面什么情况？负责人道：刚喊话完，让他们出来投降，不过目前还没人出来。警视总监问：能查到里面都是哪些势力的人吗？ SWAT 的负责人回答道：已经让人去调查所有留在外面的车辆信息，目前已经查到这些车基本都在道川会和山口组的公司或者个人名下。说着他又道：对了，有2-3辆车是隶属驻集会的，估计他们的人也来了，我推测逃走的就是他们。日本黑帮是合法的，山口组和道川会这种大组织在警视厅都有成员名册，这些人在警察的系统内就已经打上了黑帮的标记，连同他们名下的车、房以及其他资产也都一样登记在册，所以查起来也非常简单。一听说3大帮派全来了，警视总监表情难看至极，他立刻走到一边，给三井良孝打了个电话。电话一通，便十分客气地问道：三井先生，您没事吧？三井良孝嗯了一声：我没事，我刚才听到你的人喊话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王八蛋抓起来？警视总监道：三井先生您放心，我这就想办法，还请您再稍微坚持一下。三井良孝冷声道：你们动作快一点，再磨磨唧唧的事情就捂不住了。三井良孝自然不希望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扩散出去，一旦外界知道塔瓦纳在三井家族的地盘上遇刺，那三井家族必将颜面扫地，而警视总监也不希望这件事报道出去。这么严重的黑帮火拼、买凶杀人，一旦传出去，东京警视厅脸都没法要了。于是他立刻对三井良孝说道：三井先生，您不必太过担心，现场已经完全封锁了，外人是根本进不来的。就算有人拍到我们的直升机，我们也可以宣称是在做演习。总之，一定不会让这件事发酵出去。三井良孝道：你最好能说到做到。您放心，警视总监毕恭毕敬地说道：我一定会严格管控好现场，绝对不让事件发酵。三井良孝道：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警视总监忙道：三井先生，您请说。三井良孝道：你联系我弟弟三井良康，就说你很遗憾地向他传达一个噩耗，告诉他你刚刚接到新美的电话，新美告诉你我已经遇害了。警视总监诧异地问：三井先生，您这是为何？三井良孝冷声道：别问废话，照做。说罢，他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时 SWAT 的负责人来到警视总监面前，问他：总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准备一下强攻装备，找机会攻进去？不用，警视总监黑着脸道：我亲自给这几个帮派老大打电话，让他们给我滚过来领人。